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PCE 平台的《极乐中华大仙》。本作可以看成是街机版中华大仙的改良版本。街机版呢出品于1988年，但是本作已经是1992年了。关卡设计上呢和街机版以及红白机版有所区别，并且最大的变化是它加入了一个转向键，人物可以向后进行射击。这样，如果你操作的手速足够快的话，就可以操作人物同时向两个方向进行射击。虽然呢手更累，但是你射得更爽啊。那 PCE 这款主机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没有见过，也包括我呀。这里咱们进入了商店，商店呢是4种辅助武器，先选一个火龙吧。这个火龙呢，就是转一圈再向前进行攻击。前座呢也是有这个副武器的。那如果屏幕上出现饺子的话，咱们把这一排饺子全都干掉，会出现力、速或者是无。力的话呢，就是增加你射击的威力；速的话呢，是增加人物移动的速度；无是让你的人物进入一段时间的无敌。另外还有一个强，就是最后一次强化你的普通攻击。这里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， 有小伙伴表示这是碧水金金兽啊。它移动到了屏幕的左侧，这样咱们转向一下，向后方进行射击。第二关黄河，又来了一排饺子，咱们仍然吃到的是力。这个画面呢，看起来比红白机是强太多了。PCE 这款主机呢，当年不太常见。我印象当中呢，红白机是8位机，那16位机呢，就是世嘉的 MD， 还有超任。超任呢，当年我也没有见过，都是在杂志上看到的。咱们换一个副武器吧，火丝宝，后面会升级啊，成严丝宝。这个武器我比较喜欢啊，看这就是我手速快，同时向2个方向进行射击，可以一次性啊射好多敌人。咱们继续说 PCE 这款主机，这款主机呢，性能上等于是8位机向16位机的一个过渡阶段，它的性能比红白机要强很多，所以说画面看起来呢没有闪烁，它可以同屏显示更多的活动块，并且颜色也更加丰富。仍然是商店，严三宝、八戒火。凤仙火呢是炸弹啊，它是向地面扔的。地面系的武器都不大好用，我感觉。但是咱们尽量啊给大家演示更多的商店的武器。这个武器呢，打本关 BOSS 几乎没有用。哎，这个敌人是炒饭吧？炒饭是不是还有其他意思？我不太懂啊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 战了，看起来是一艘妖船。BOSS 呢还有第2形态，里边是一个娃娃人偶。好的，变身了。它还有火箭啊，作为动力装置。咱们这个武器打它实在是没什么大用啊，只能飞到它头上，等它张嘴的时候再往里射击。听起来好像不对，但是呢，咱们用这武器就是这样。所以还是尽早啊把它换掉。
哎，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呢，看起来像麻将的荔枝棍啊。这怎么我打着打着飞机上听了？可能是要糊。我的武器啊，好久没有吃到力了，现在给的都是素。我呢是想射得更猛啊，而不是想射得更快。这快有什么用啊？武器再加强呢，就只能等着出现墙。吃到之后呢，咱们会发出月牙波。好，这里出现了分身，用一下啊。这个分身的射击呢，它不受咱们控制。又是速，我不要速啊，太快了不好。每关应该是最多就出现2次伤人，可以进入商店。后面呢就是 BOSS 战了。我不按射击键呢，这几个分身仍然在发射子弹。岩蛇，这也是一个地面的武器。它到地面之后呢，就向前进行滑行。那其实这个攻击方式呢，有一点像沙罗曼蛇向下的那个导弹，因为向上的呢击中敌人或者障碍物就没有了，但向下的那个在地面也可以向前进行攻击。好的 ，BOSS 战。看起来是一个炼妖壶嘛，到身后，里边是一只僵尸，他竟然也踩着云彩啊！那攻击方式呢，威胁并不大，前几个 BOSS 都比较简单。第4关白眉洞，这关有一点难度。难度呢，就在于咱们要离水面稍微远一点。这几个铜钱啊，打出空隙之后赶紧钻过去啊。所以说过这关首要一点啊，就是要善于钻到钱眼里边去。这个我比较擅长啊，这个我平时呢就已经掉到钱眼里了。乱月光，来吧，这个乱月光呢性能也不错。它是出来之后先向后再向前进行攻击，对你身后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吧。但是游戏越进入后期，这些大怪啊，它不是你几发子弹就能打死的了，要打半天。有一棵树妖，还有岩石怪，岩石怪打了半天。咱们可以发现，卷轴不只是可以向前进行移动了，它还可以向下，甚至向后。这里呢没换，难点来了。这个敌人好浪啊，他可能是打不死。又是速，我不能再快了，再快了控制不住自己啊！这里水下的鲶鱼怪是非常讨厌的。BOSS 战，小怪还没清完呢，进入 BOSS 战了。这个佛祖呢肯定是假的呀。我记得孙悟空西天取经在路上也遇到过假的，被人家好顿收拾啊。先把他的护身打掉，然后再打本体。他的攻击方式就是太单调了，
所以说这个 BOSS 也不难。天空界强，哎，这个吃完之后，咱们的普通攻击啊会变成月牙。UFO 无呢就是无敌了，进入闪光状态。这个闪光状态有的时候视频会演示不出来啊，或者是人物消失了，或者是人物一直在那没闪，就是帧率啊，可能和录制软件出现了重叠。上电，换一个火虎。火虎就是那个火龙的加强版，攻击力可能更高，但是呢，它仍然需要地面啊，因为你不能指望每次你在上面射的时候，对面都在下边接着呀。后面再有上电的话，我就换成严四宝了。仍然给速，咱们的武器呢应该是升到顶了。又是上电，进啊！严四宝搞起，下面的熊猫都喝大了呀！我不会再吃任何东西了。现在感觉人物的操控性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个敌人我记着街机版没有，带着铁链的那个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本关的 BOSS 呢是2只龙啊。一个使用火鞭，一个使用火弹，一个鞭一个弹啊。最后一关，咱们可千万不能挂呀，因为《中华大仙》这款游戏呢，判定还是比较严格的。现在敌方呢已经很强了，咱们如果挂了的话，武器等级受到损失，后面比较难翻身啊。这就都给速了，这些饺子也没什么大用。青龙偃月刀。我感觉严四宝的护身效果呢要强于乱月光啊，所以咱们后面就不改了。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好，这里有口袋，口袋里呢装的是虾仁啊。自从听了郭德纲的某段相声啊，我已经无法正视虾仁了。我还吃一虾仁呢。好的，最终 BOSS 战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水晶球，里边关着一个妹子。本作的剧情呢，就是要救出这个妹子。现在呢，还是 BOSS 的第一阶段，咱们这些攻击实际上没有用。这些球呢，你能够打到它之前，它呢是无敌状态，但无敌状态呢，它也碰不到你。第3波，后面还有一波，这波呢是扩散，等再回来，它就会变身了，龙头就会出现，龙头呢就是最终 BOSS 的弱点，咱们
们把这个龙打爆就完事儿了。但是这个 BOSS 啊，难度稍高。回头打一波，它的尾巴太长了，很容易呢用尾巴把咱们逼到屏幕的角落呀。现在是2种攻击方式，甩尾还有射击子弹。子弹呢包括这种能量弹，还有骷髅。快打完了，可能是 BOSS 并不抗打。这个难度和很多的飞行射击游戏来比，就是比较简单了。好，妹子掉下来了，哎，没有接住啊。这样通关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